欢迎回来，这里是薛定谔梦见猫。生活中，社交媒体上，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问题：我性格内向，怎样才能变得外向、活泼、更受欢迎？我胆小不自信，怎样才能在别人面前侃侃而谈，成为职场精英？我长得一般，怎样才能快速让自己变美，更具魅力，更招人喜欢？而往往看到这样的问题，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开始反思、衡量自己，是不是我也需要更多的自我提升？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别人都那么努力，我怎么还是一条咸鱼？朋友们都越来越优秀，我再不自我提升，都要遭到大家的嫌弃了。然而，仔细看这些想法，发现了没有？我们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说着同样一句话：我怎样才能变得像别人一样好，拥有更美丽的外表，更加无可挑剔？我们总是被别人那更完美的身材、更自律的生活、更高的薪水所刺激，怨恨自己不够努力、不够聪明、意志力不够坚强。我们买更多的衣服、更贵的化妆品，不惜重金去健身房请私教制定严格的塑身方案，因为某天又多吃了一口碳水而自责，因为腰间增加的一点点赘肉而拒绝所有朋友的邀约。那个越来越努力的你，似乎变得更漂亮了一点，更成功了一点，离完美的体型又更近了一点。然而你却好像不那么快乐了。你的生活充满了条条框框，你常常担心出错，惧怕失败，在乎结果。你的脑海里不断虚构着一个更好的自己，一个更理想的可能。你的意识深处总回荡着这样的声音：还应该，还可以。有的时候你觉得好累，你想要逃离自律和进取心带给你的重重压力，但很快你又开始自责、悔恨，甚至愤怒。你担心失去自己辛苦积攒下来的成就，你害怕失去别人的赞赏和认可。你开始逐渐相信，只有当别人觉得我优秀，他们才会喜欢我这个人。有优越感的人才是值得被欣赏和尊敬的。在内卷严重的今天，你是否像越来越多的人一样，不自知地成为了一个潜在的完美主义者？你总是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加完美，以实现他人对自我的肯定，总认为自己、他人还有需要克服的缺点，尚待提升的空间，以至于永远都无法对现状满意，陷入过高目标、过高期待、过多要求、过多批判、过多焦虑的恶性循环，导致内耗有余而成长不足。大量心理研究表明，完美主义与厌食、抑郁、焦虑、压力等问题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，是引发许多身体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。完美主义者在追求卓越和高标准的路上，常常忽略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，而是将外界的反馈视为自己生活的指南针。他们倾向于对自己的错误和不完美过度自责，容易产生负面情绪，失去自尊。他们容易陷入对过去事件的沉思，试图弥补自己犯下的一点点错误。他们倾向于用自己的工作效率和成就来评估自我价值。追求完美，在让我们更优秀的同时，也使我们陷入一个个死循环。当我们无法实现所追求的目标时，我们会对自己变得更加严厉和苛刻。然而，生而为人，没有谁可以像一台永动机一样永远保持最佳状态，更没有谁可以在不接纳真实的自己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。于是，完美主义者们逐渐会退缩，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决策不够完美，行动不够完美，结果不够完美，进而越来越远离了成为更完美的自己的可能性。所以，不妨试着做个不完美主义者吧，说不定这会让你离完美更近一点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开玩笑？其实，不完美并不等于懒散、低标准、安于失败、不追求优秀，或对世事漠不关心。从本质上说，不完美也可以追求美好，采取积极的行动，但不会把完美当成目标或是理所当然的结果。比起把事情做得无可挑剔，
不完美主义认为，重要的是先去尝试做这件事，并把事情做完。至于结果，或成功或失败，就等时间来揭晓好了。不完美主义者看重的是完成胜过于完美。如果因为害怕不完美而不肯迈出一步，那我们距离完美的梦想永远有着10000步的距离。可如果我们肯完成一个一个小目标，那我们总归是向着梦想的方向前进了。对于很多习惯了完美主义的人来说，更换自己的认知系统确实有挑战性。但考虑到既然人的认知系统形成于过去的实践经历，那当然也可以在新的实践经历中重新形成。我们虽然无法轻易左右大脑的认知，但是可以引导我们的大脑建立新的认知系统，用增量来摆脱存量的影响，让我们的人生拥有更多的选择和可能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心理暗示技巧，慢慢训练我们的大脑去意识到不完美主义带给我们的积极影响，然后逐渐摆脱掉完美主义的束缚。偷换意义法的原理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当你对一件事感到困扰、懊恼、自责的时候，试着用一个正面的词来形容这件事。比如，你可以把因为工作方案做得差强人意，所以我感到很羞耻为例，改为这次方案虽然做得差强人意，但是我敢于承认和接纳自己的不足。或者最近状态不好，但是我还是把工作方案按时赶出来了。完成比完美更重要。这样一来，本来消极的事情就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，绊脚石被转换为垫脚石，负面认知被存储为正面认知。你看，幸福有时就在一念之间。很多时候，就像身体需要锻炼才更健康，我们的大脑也需要这样的刻意练习才会更灵活。很多完美主义者在做事情之前会思前想后，计划要反复修改，脑海中会上演无数小剧场，甚至对做事的环境也有很高的要求，非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行。但结果往往是纠结了半天之后，事情不了了之了，渴望的机会被别人夺走了，心仪的女孩成了别人的女友，可我们的才华却始终无人看见。有时别在意那么多，结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，甚至可能会更好。就拿写 YouTube 脚本来说，是不是一定要正襟危坐电脑前，洗手焚香深呼吸，资料查找一箩筐，想法超级无敌棒，才能打开文档开始输出？当然不是。如果非要这样才开始写作，那恐怕写完一篇脚本要等到猴年马月了。不如就打开一个空文档，甚至是打开手机的备忘录，写下此刻的想法，或是看到什么文章或视频激发你的灵感，就顺手记下来。总的来说，第一，如果你想盖一座房子，就将重心放在添砖加瓦上，而不是在房子建成之前就吹毛求疵。抛开细节的牛角尖，先把大框架建立起来再说。第二，将你的重心从问题本身转移到在有问题存在的情况下能取得的进展。既然问题已经存在，那就关注具体的解决办法。第三，不要过度在意行动的正确与否，而是更在意自己是否行动。做成一件事最简单、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放手去做。在做的过程中，你自然会熟能生巧，顾虑越多，恐惧就会越多，最终只会停滞不前。放宽维度法分为2个方面。第一，通常来说，一件事情的成败并不会造成生死攸关的结果，所以当你常常体验到达不到目标的挫败感时，可以停下来问问自己，定下的标准是否过于严苛？比如，房间一定要打扫到一尘不染吗？加班太晚，身心俱疲，一定还要去健身1小时吗？想学习一门新技能或掌握某个学科，但进度似乎比预期的要慢，是否定的计划有些不切实际？总的来说，对自己宽容一些，灵活调整目标和期望，可以帮助你减轻压力，提高积极性，以更轻松的心态面对正在处理的事情，并找到更实际可行的方法来达到目标。第二，完美主义者常常认为做事情只有100分和0分的区别，哪怕实际做到了99分，也跟0分无异。然而真实情况是，当你总是聚焦于个人的成败，并用显微镜去审视自己说过的每句话、
做过的每个决定，也会很容易吹毛求疵。当你放宽维度，把镜头拉远，你会发现自己所谓的90分或是100分，在众人眼里并没有太大的差异。他们甚至可能都没有察觉到你微小的改变。你可能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追求完美的外表，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他们记住的往往是与你的交流、你的个性和能力，而不是你的外貌或服装的微小差异。当你放宽维度，聚焦全局时，你会有更多实现自我的空间，也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纠结。大文学家伏尔泰曾说：完美是优秀的敌人。是的，追求卓越没有错，但是苛求完美就会带来麻烦，消耗精力，浪费时间。希望正在看这支视频的你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，接纳那个真实的、有缺陷的自己，给自己正面的反馈，舍弃非黑即白的判断模式，看到事情的多样性，也看到自己的多样性。能实现完美固然很好，但不能事事完美也无妨。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强者生存，也不是完美者生存，而是适者生存。找到最合适自己的处事方式，才会达到身心的平衡，才会活得更加游刃有余。希望不完美的你会越来越爱自己，爱生活，无所畏惧，勇往直前。薛定谔梦见猫，好奇心连接你我。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